小的吗？要不要被时光吞没掉？黑暗无声消失的人，也曾渴望白日里活。被命运束缚的一个我，要怎么挣脱？谁在耳边说，说我注定坠落？那就燃烧我，燃烧我的执着，苦海里翻涌，眼中滚下多少灼热，无人知道的，或许在纠缠着，黑暗里无声，微光终于化作重生的火。持针稳准，皆是万力之功。拿得稳绣花针，就要举得起千钧石。想挣前程的，就别偷懒。利在弊处，不在万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你这伤，不像方才勒的。是啊，这是我前几日不慎烫伤的。罢了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学艺不急于一时，别留下疤痕，耽误了美人分赏。是。带他下去休息吧。是。美人因损坏先皇后遗物而畏罪自尽，记住，事要做全，切勿露出破绽。进去吧。王爷，别出声。放肆！王爷，王爷。这扇绣屏是德嘉皇后最后的心血之作，风物生瑕，乃是对先皇后大不敬呢。老奴定会将罪人严惩不贷。尚嬷嬷打算如何严惩啊？此女对王爷心怀恨意，所以才会破坏先皇后的遗物。不杀，不足以表明正理。是吗？可本王却瞧见
是只不长眼的野猫往秀萍上扑，美人为了阻拦野猫，才误伤了秀萍。幸好本王在场，美人不必背负污名。王爷明鉴，梅林不敢不敬。野猫，没错，是野猫。他们两个也在场，也可以作证。哦，若不是野猫的话，那便是本王眼花了。难道是你们故意毁坏秀萍？是野猫，是野猫，王爷明察。这两个奴才奉命看护秀萍，却懈怠偷懒，杖责30。谢王爷。念及美人是无心之失，着其进左景王府，本王要亲自看护，修补秀萍。补好之后，便可功过相抵。王爷，秀萍损毁，自是应当全力修补。只是这秀萍尊贵，不宜再轻易搬动。不如将犯事者就地禁足，修补秀萍。鸿胪寺禁学，乐琴负责监管事宜。美人之失亦是乐琴之过，皇上太子若有问责，乐琴愿一力承担。公子既愿担责，那本王便将美人与秀萍一并交由你看护。若再有意外之事，本王只管找你。王爷无需多虑，这是在下分内之事。既如此，都散了吧。谢王爷。多谢王爷相救，屏风我一定会尽力补好。修补秀萍只是个借口，你不必在意。你踏实的待在这儿，若有需要，本王会来接你出去。接着说。是，原以为是那个梅林，没想到还有10个美人。都在前几日不慎烫伤了手腕，死一个是意外，死10个美人，恐怕是无论如何都遮掩不过去的。老奴实在是下不了手，还请太子殿下恕罪。嬷嬷，辛苦了。来，拿着。鸿胪寺事务繁忙，还劳烦嬷嬷替本宫跑这一趟，先回去吧。谢太子殿下，谢太子殿下。嬷嬷慢走。嬷嬷事情没做干净，替她找块风水宝地，让她去过活。属下一定处理好。看来文华阁逃走那女人就是梅林，可惜鸿胪寺的羽林卫都是父皇的人，咱们可不好下手。她总不能一辈子都躲在鸿胪寺吧？这件事，本宫不能等。殿下的意思是冒险刺杀梅林？之前老三给咱们来个下毒嫁祸之计，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本宫箭在弦上，正愁没靶子。这一局咱们可得好好利用。兵部的甘宁一直觊觎张印的位置，去让他上到折子。是。
怎么会不在意呢？公子，公子，我看内务府就是刻意为难，他们根本就不想外借德家皇后的绣谱。你我是西燕人，内务府能同意我将德家皇后的绣谱誊抄下来，已经是破例了。可是绣谱这么多内容，公子今晚又睡不了了。舒墨再去准备些吃的吧。不用了，你前些日子才害了风寒，早点回去歇息吧。只要公子不睡，舒墨就不睡。好。公子啊，这是我在内务府借的德家皇后所著错针绣谱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多谢公子。来啦！哎，这是白醋。水中兑了白醋，将绣瓶浸泡一下，背面的针脚便不那么扎手了。我还给你带了一些吃食，怕你饿着。公子费心了。赶紧帮忙吧。哦。
王爷睡不着，什么事？梅林姑娘求见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她没有细说，只是说王爷务必去一趟鸿胪寺。何事？王爷，德嘉皇后秀此屏风，一定有她的苦衷。本王说过，不要多事。秀嫔有暗纹，线条的位置有条暗线，不仔细便看不出来。暗线指向的位置就是暗纹，排列很整齐，像是谜语。是魏北军祈雨。无吾儿景和，秉性良善，绝非屠城之辈。奈何众口铄金，修此图，只为暂平众目，求得生机。我愿吾儿活下去，勿失信念，终能拨云见日。纵使阴阳相隔，儿身泰，母魂安。原来皇后娘娘修此图，是为了给王爷求情。母后，是儿臣错了。若不是为了救我，娘娘的秀嫔便不会。其实也并非全然是为了救你。他们本就打算用母后的屏风设下圈套，若不是本王先行动手，只怕整面秀嫔都保不住了。本王能活系母后临终的遗言，已然足够了。些许的破损不重要。重要。都说逝者的遗物是沟通阴阳之所，若是秀嫔补不好，王爷想说的话，皇后娘娘便听不到了。鬼魂不过是活人的妄念，不可信。原本我也不信，阿爹阿娘走后，我就信了。
我有很多的话想跟他们说。灯果饼不甜了，还是阿娘做的最好吃。阿爹做的实在旧了，我想要他给我补一个新的。我相信阿爹阿娘一直在我的身边，所以我每次都能死里逃生。王爷没有话想对皇后娘娘说。倒是也有7、8分相似。这线的颜色好像不对啊。我找了好久，都没有找到这个颜色的线。线，王爷的衣服上有一模一样的线。你是不是漏针了？这儿，错针绣最容易漏针。为何只剩我留不住你的目光？空余烟花后沉积灰暗。王爷会刺绣。儿时顽皮，每发站都在看幕后刺绣，看得多了，自然就会了些。而当梦中唱，独自往那轮月亮，才知温情与也只能一叹。自问我敢一世疏狂，把你我越执掌，偏爱不得，偏求不得，留你在身旁。公子，夜里凉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补好了，和之前的一模一样。王爷想说的话，皇后娘娘一定可以听得到。母亲，儿子回来了。
您的儿子如今过得很好。王爷，秀萍补好了，我可以离开这儿了。还不行，凶手既已认定你是文化阁的人证，便一定会千方百计的再次对你动手。秀萍什么时候修补好，本就由本王说了算。你只有在这里，才最安全。我不怕。就算你想死，也要死得有价值。你的任务是在这里陪本王转移好事情，本王才好趁机去寻人。等抓到张毅，你才能出去。我会扮演好吸烟美人。必要时刻，可以不用做美人。本王的意思是，到了危急的时候，你可以暴露武功自救。你青州人的身份，父皇是知晓的。青州遗孤为了报仇，学点武功，不奇怪。王爷，我查到了，有个叫美娘的女人，经常在黑市购买美白碗。此人脖颈上就有芍药花的痕迹，我已经让黑市的人约她3日之后相见。梅林此番虽然拖住了太子，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。东宫绝不会坐以待毙，盯紧朝中太子党的动作。是。甘宁的折子说，和亲美人中混入了探子。太子你怎么看？西燕派系复杂，儿臣猜测是主战派明居在挑事，意图离间父皇和西燕王的关系。只要西燕王庭坚定主和，咱们可助西燕王铲除不听话的部落。所以彻查幕后主使，也是为了西燕王查的。况且月琴公子还在昭京，此事只能密查。那你认为谁是合适人选？殷将军领兵征战西安多年，熟悉西燕。儿臣认为殷将军是合适人选。殿下，殷将军还在西郊护所。是的。走，去西郊护所。属下愚钝，殿下为何不让咱们的人去查？万一殷将军对景王徇私……哎，你不了解他。事关我大言的安危，他不可能会徇私。只是，他还在执着儿时的一点情谊，不肯放手。就由本宫来推他一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敌人小心！护驾，快护驾！
请殿下降罪。马夫失职该罚。这是西燕进贡来的烈马，性子都没养熟，就敢让殿下骑。不怪他们，是我自己要骑，差点让将军见笑了。臣不敢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我之间没有君臣。这是军中的金疮药。这刀是你从老三那儿赢来的吗？嗯。这把短刀是以前他从我这儿抢走的，没想到现在落在你手上。如今这把刀的主人可是本将，殿下可别想拿走。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这就是天意。殿下，我们回去吧。落梅。其实今日我来找你，是有公务相商。有人上了折子，说在昭京发现西燕探子的行踪，父皇担心西燕背后会有动作，虽想请你暗中调查。西燕探子一案，必定是跟着和亲使团混进来的。我猜此案与西燕主战派的明居有关。我们是为了西燕王而查。我果然没有推举错人。你征战西安多年，了解两国军中的形势，交给你，父皇便能放心了。臣遵旨。其实最让本宫担心的，还是景和。你的意思，此案与景王也有关？和亲刺杀一事，想必你也听说了。那刺客我审过，根本就不是普通美人。我担心有人在幕后生事，想利用老三，挑起两国之间的纷争。景王确实行事荒唐，但关乎国家大事，他心里有轻重。大哥，哇，这好像是一对鸳鸯刀吧？另外一把呢？哪有什么鸳鸯刀？千年的寒铁只能造这一把刀。你要是喜欢，大哥就送你。大哥不爱玩刀。这短刀，落梅那个疯丫头肯定更喜欢。哦，那你可别被他抢走了。他先赢了我再说吧。落梅，我们注定是一对。殷将军怎么会来红螺寺？你是谁？
公子请留步，将军正在查案。此人身上旧案早已查清，皇上按下了圣旨，永不复演。殷将军，这是要滥用私刑吗？公子放心，将军自有分寸。你，我要的东西呢？兵部的录引，保证大研境内畅通无阻。美娘这次不是带货，而是带人，不然怎么会要2个录引呢？黑市的规矩，只问物不问人，怎么？一时好奇。将春花吹散，梦悲凉了一晚，心事破碎成漫天星汉。若命运太不堪，我深陷于泥潭，爱不肯奈何坠入深渊。如果生是一场已注定的悲伤，那爱是一场无止境的流浪。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，是奢望，是幻想，是被熄灭的光。如果生是一场已注定的悲伤，那爱是一场无止境的流浪。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，是奢望，是幻想，是被熄灭的光。如果生是一场已注定的悲伤，那爱是一场无止境的流浪。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，是奢望，是幻想，是被熄灭的光。是奢望，是幻想，是被熄灭的光。